最近游客黑神话续作《黑神话：钟馗》发布了预告片，据说游戏还得好几年才会面世。那么这位抱头环眼、铁面求变、手持宝剑、专门拿捏小鬼的地府捉鬼一哥，凭什么会被这么高热度的游戏公司所青睐呢？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狠人钟馗。据唐艺史载，钟馗是唐开元年间陕西终南山人，长相粗犷，黑肤大胡，武艺高强，却爱读书，梦想科举入仕。赶考时笔试、武士双过关，可殿试皇帝嫌他丑陋，刷掉状元梦。钟馗愤而撞阶自尽，血染金殿。这时震动朝野，唐玄宗连其忠烈，追封进士，厚葬之。野史有杨杂祖天之家业，说他魂魄上天，玉帝封为捉鬼天师，专斩妖魔。反正甭管怎么说，这哥们是真的有点惨。这里我想插播一个木锤的故事，故事的线索得从一本比大唐还要早1000多年的史书《左传》里找。根据书里记载，说齐国有个叫孟孙的人，他家有个孩子叫钟馗，这名字啥意思呢？书里解释说，钟馗是一种锥，也就是木锤，专门用来驱疫避鬼。给孩子起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他像这把法器一样百鬼不侵。这么说，在唐朝以前，钟馗还只是一件用来物理驱鬼的工具。可到了大唐，一切都变了。根据北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的记载，玄宗皇帝从骊山阅兵回来，突然就病倒了，高烧不退，梦魇缠身。就是那位前半生英明神武，后半生有点恋爱脑，爱杨贵妃爱得死去活来的唐玄宗李隆基。就在玄宗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。在梦里，他看见一个小鬼，个头不高，穿着红色的独臂裤，偷了杨贵妃的香囊和自己的玉璧，满宫殿乱窜。就在玄宗气得干瞪眼的时候，一个大汉从天而降，3下5除2就把小鬼给生吞了。玄宗惊问其名，大汉自称终南山进士钟馗，因科举不中，触阶而死，蒙皇恩赐绿袍下葬，故是为陛下除天下妖孽。玄宗一觉醒来，病全好了，他马上召见画生吴道子，凭着记忆口述让吴道子作画。吴道子也是神来之笔，画出的钟馗形象跟玄宗梦里见到的分毫不差。玄宗龙颜大悦，立刻下令将这幅钟馗赐福镇宅图颁行天下，让民间在岁末悬挂，以求驱邪纳福。这点出自沈括书，流传1000年。宋明时期，钟馗的故事更加丰富。事物纪元说，他将妹妹嫁给好友杜平，婚宴有鬼怪闹事，钟馗宝剑一挥，团灭各路鬼魅。民间端午卦象，戏曲跳钟馗，闽乐巡街驱邪，成了老百姓的守护神。但这里有个细节，不知道你注意没有？钟馗撞死的地方是大殿的台阶。哪个大殿？如果是武举，那应该是兵部的衙门。可他死后，皇帝却赐他绿袍下葬。在唐代，绿袍是6、7品官员的官服。一个没有功名的落榜生，为什么能得到这个待遇？这背后可能藏着一个被正史忽略的真相。在唐代，人们对鬼神的敬畏达到了一个高峰，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强大、具体、人格化的保护神。而钟馗这个词发音和钟馗非常接近，于是，在民间口耳相传中，这把看不见摸不着的驱鬼木锤，渐渐有了一个姓钟名馗的进士身份，有了一个终南山的籍贯，还有了一段触阶而死的悲壮过往。唐玄宗的那个梦，更像是一次官方追认。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民间这种情绪的集合，用一场病、一个梦、一幅画，完成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文化加冕。他将一个模糊的民间信仰，塑造成了一个有血有肉、忠君爱国的具体形象。这背后既有帝王安抚人心的政治考量，也反映了盛世之下人们对秩序和安宁的渴望。钟馗手里的剑斩的是有形的鬼，而他本身的存在安抚的却是无形的、浮动的人心。而唐玄宗的这场病也并非空穴来风，当时的他正面临着复杂的政治斗争，他的一场病、一次梦、一次对钟馗的册封，会不会也是一种政治隐喻？用一个刚烈、忠诚、能斩妖除魔的形象来震慑那些朝堂内外的小鬼呢？所以，钟馗的传说不仅仅是一个神话，它是一个失意文人的不甘，是一个帝王的政治权术，也是盛世大唐背后一丝难以察觉的裂痕。他手中那把剑斩的鬼，何尝不是人们心中的鬼呢？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浮生录的视频，也请点赞、关注，感谢支持。